护宗大阵张开之后，不仅有着一层强横的结界，封锁了天地，将他们护在其中。那护宗大阵开启之后，还有着一条条金芒闪闪的巨龙浮现而出。那巨龙每一条都长达10几米，最长的一条甚至长达几十米，个个霸气非常，竟散发着武王的气息。素闻青龙宗的护宗大阵极为利奥德，今日一看，果然是非同凡响。此刻，青龙宗与姜氏皇朝的人倒还好，至于那些前来道贺的外人，当真是目瞪口呆，都被那护宗大阵所惊住了。甚至就连那几位本性高傲的工匠高手，此刻也是一脸的惊叹之色。他们虽然没有修武，但却也一直纵横在修武者的世界。可如这样的护宗大阵，他们还是第一次看见。此时此刻，他们倒是对这个青龙宗有了全新的看法，打心眼里多了一份尊重，因为青龙宗有着让他们尊重的本钱。如此大阵，武王来了也是找死。我倒是要看看是什么人不长眼，竟敢在这大喜日子擅闯青龙宗。此刻不少前来祝贺之人开口说道。然而那金芒的速度当真极快，眨眼间就已经靠近了青龙宗，来到了那护宗大阵之前。不妙！此刻青龙道人顿时眉头紧皱，暗叫不好，因为不管那金芒是何物，可已经到了护宗大阵攻击的距离。眼下那护宗大阵竟没有任何攻击的迹象，实在是不正常。然而更令人们吃惊的一幕发生了，那一条条金龙不仅没有攻击那金芒，反而任由那金芒靠近护宗大阵。最重要的是，那金芒竟是护宗大阵为无物，就那样直接穿透了护宗大阵，眼下已经来到了这浩瀚广场之上。不好！眼见着金芒已经破阵，在场的不少人都乱了阵脚，甚至有人转身就跑，想要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可就在这时，那耀眼的金芒忽然消散，而当那刺眼的光芒消失之后，人们才发现，此刻漂浮在天际之上的竟是一座小型城池。这座城池不是很大，可是其中却布满琼楼玉宇。最主要的是，不仅那些宫殿极为的美观，在那城池之中还有着许多奇花异草，甚至有着高山瀑布。如此搭配之下，这座城池简直美轮美奂，就像是一座仙城。世间竟有如此美的殿宇，老夫今日可真是开了眼界。此刻众多修武者仍沉浸在惊恐之中，可是那几位不怕死的工匠却纷纷取出纸和笔，开始勾画眼前的空中城池。大哥，这份贺礼可还满意？然而就在这时，一道笑声忽然浮现。这时人们才发现，在那城池的城门顶端出现了2个人，一个是楚真，而另一个乃是楚风。楚风！看到楚风，所有人都是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什么楚风？那是楚风！而这一刻，其他人也是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就连那几位工匠也是看了过去，因为楚风的名声实在太响。而就在这时，楚风则是带着楚真飘落下，半跪于的开始向各位前辈行礼。青龙宗弟子楚风拜见老祖，弟子楚风拜见师尊。一番参拜之后，楚风站起身来，对着楚孤羽抱拳说道：弟子楚风拜见宗主大人。你这臭小子，这是要折我的寿啊！楚孤羽跳起身来，狠狠地敲了一下楚风的头。虽然这个动作像是生气，可是他的脸上却洋溢着灿烂的笑意。至于楚风也不生气，而是挠头说道：大哥，这份贺礼可还喜欢？这是你做的？楚孤羽问道。我听楚真说，你今日继承宗主大位，正愁着要送你什么。刚好楚真说你在为建造一座宫殿发愁，所以我便临时建了一座。喜欢？实在是太喜欢了。果然最知我心者还是我的弟弟啊。得知是楚风亲自所建，楚孤羽笑得更为灿烂。既然喜欢，那就让他去属于他的地方吧。楚风说话间探手一指，那空中城池便向远处飘去，最终落在了一座大山之中，而那里正是原本要建他的地方。敢问楚风大人，那座城池您是花多久设计出来的？此刻之前顶撞妖猴王的那位工匠走上前来，好奇地问道。你说那座城池花多久设计的我不知道，反正只在一瞬间，我楚风弟弟就建造出来了。楚真说道。什么？只是一瞬间？听得此话，那工匠一脸吃惊。不可能，如此精致，没有个10年8载不可能打造而出。其他几位工匠也是走了过来。几位前辈，可是工匠？楚风笑着问道。他自然是第一次看见这几位，可是看着他们那粗糙的手，就已经断定了他们的职业。回大人。正是。几位工匠纷纷抱拳说道。相对于其他人，他们对楚风倒是恭敬有加，不因别的，只因之前那座令他们叹为观止的城池是楚风打造，所以他们便对楚风发自内心的佩服。因为那种城池他们打造不出来。几位前辈似乎很喜欢那城池。楚风问道。的确叹为观止，我们几人联手怕是也打造不出啊，所以还请楚风小友说实话，那城池你究竟打造了多久？为首的工匠问道。都说只是一瞬间了，你们怎么不信？楚真有些生气地说道。然而楚风却拦住了楚真，对几位老者说道。既然前辈喜欢我的风格，那我便送前辈每人一座我的作品。话音一落，楚风便大袖一挥，顿时磅礴的金色结界笼罩了天空。随后楚风单手捏诀，对着那虚空快速的勾勒，速度之快，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看跟上楚风的动作。忽然之间，楚风大袖一挥，那天上的金芒便猛然散去。而此刻在那天际之上出现了6座宫殿，6个宫殿皆是独立的，宫殿只有3层，不是很大，但却极为精巧，不仅配有院落，还有花草树木。尽管不如之前那座空中城池大气，但却很是玲珑别致。楚风招一招手，那6座宫殿便飘落下，落在了广场之上。随后对楚孤羽说道。这6座宫殿分别送给这6位前辈，有劳大哥派人将这6座宫殿运到这6位前辈的家中。没问题。楚孤羽点了点头。而这一刻，那6位工匠则是面面相窥，苍老的眼中皆是涌现出了复杂之色。忽然
为首的工匠跪在了楚风的面前，向楚风磕头作揖：“前辈，您这是干嘛？”见状，楚风则是赶忙将那位工匠搀扶起来。楚风大人，老夫此生在建筑设计领域内还从未佩服过任何人，但是今日老夫对你乃是心服口服，求楚风大人收我为徒。此刻，那工匠已是激动的泪流满面。楚风大人也请收我们为徒。而此刻，其他5位工匠竟也要对楚风跪拜行礼。这一次，楚风已有准备，自然不会让他们白白跪下。他却也看得出来，这几位工匠不图名利，是真的热爱他们的工作。所以楚风在搀扶住几位工匠后，手掌对着虚空一阵勾勒，很快的一座小型阵法便浮现而出，最终化作6个厚厚的本子飘落下，分别落入那6位工匠手中。几位前辈晚辈没什么能教你们的，但你们既然喜欢宫殿，我便将我见过最美的宫殿描绘出来，也让你们过目一番，希望可以对你们有所启发。楚风笑着说道：“多谢。”而此刻，6位工匠更是痛苦出声，因为那本子之中不仅有着许多他们从未见过的宫殿图案，还有着建造的各种细节图纸，由此可见楚风的用心，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稀世珍宝。可是楚风却这样轻易地送给了他们，他们怎能不好好拜谢？之前谁说我楚风师弟打造宫殿不如凡人工匠来着？此刻楚月撇嘴说道，说话间还故意瞅了一眼那之前献上图纸的老者。楚风大人饶命！楚风大人饶命啊！见状，那位献图的老者赶忙跪地求饶，他实在是害怕极了，十分后悔自己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此时此刻，除了打心眼里佩服楚风建筑上的造诣，他也万分的确定楚风是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他全族的存在。这种人已经不在人类的界限范围内了，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他是当真招惹不起，这是怎么回事？楚风来得晚，并不知道之前发生的事情，于是看向了楚月，谁说要杀你了？赶紧别哭了，别扫了兴。楚月瞪了那老者一眼，是。老者起身后，一边擦拭眼泪，一边赶忙向外跑去，当真是吓坏了。几年不见，我善解人意的楚月姐也学会欺负人了。楚风笑眯眯地看着楚月，他已经大概猜到了一些，哪有？而楚月则是甜甜一笑，随后抓着楚风说道：“楚风弟弟，这些年过得好吗？”“好，就是想念大家。”楚风说话间环顾一周，此刻与他亲近之人都已经走了过来，将他围在中间，已是水泄不通。“我说老弟啊，你这楚孤羽大哥是哥，我这猴哥就不是哥了，对不对？”妖猴王一脸掉戏谑地看着楚风，猴哥这是哪里话？忘记谁？我也不可能忘记我的猴哥呀。楚风说话间取出一个乾坤袋，亲手塞到了妖猴王手中。“你可真是我的好弟弟啊！”而看到乾坤袋内的物品之后，妖猴王更是兴奋的上蹦下窜，那叫一个高兴。这可不行，他们都有礼物，我们怎能没有？在此之后，其他人也是纷纷向楚风讨要礼物。有，大家都有。至于楚风，早就为这些与他关系亲近之人准备好了礼物，每人一份。而在每个关系好的人都收到礼物后，楚风则是看向了那些与他不熟，甚至他不认识的青龙宗长老与弟子。他看得出来，那些人每个都很怕他，但也很畏惧他。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目光之中都有着渴望，似乎希望楚风多看他们一眼，也能随手送他们一点什么一样。我楚风是青龙宗的人，永远也不会忘记青龙宗的诸位前辈以及兄弟姐妹。今日我楚风归来，不仅为前辈们准备了礼物，也为我青龙宗的所有兄弟姐妹们准备了礼物。忽然，楚风大袖一挥，漫天的五珠冲天起，足有数千万颗。随后，那些五珠似是心有所属一样，纷纷落入了青龙宗长老与弟子的手中，人人手中都有。多谢楚风大人！收到五珠，无论是长老还是弟子，都是欣喜若狂，对着楚风施以跪拜大礼。这样就谢，未免太早了一些。楚风微微一笑，随后双手舞动，一座大阵便在半空成型。与此同时，楚风开始不断地向大阵之内投放材料，一切太快，根本没有人能够看清楚风的动作。而大概半个时辰之后，楚风这座大阵终于布置完毕。只是看着那金芒闪闪的大阵，没人知道其中究竟是什么。可毋庸置疑的是，人们对那大阵都充满了期待。楚风可以一瞬间打造出那样完美的宫殿，这半个时辰定然可以做出更加惊为天人的东西才是。那是什么？楚风大人不会给我们每个人都打造了一个宫殿吧？有弟子一脸期待地说道。别做梦了，咱们是什么身份？楚风大人送咱们礼物就已经很好了，怎么可能花时间为我们打造那样精美的宫殿？再者说了，我们青龙宗这么多人，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造出这么多宫殿？有人不相信地说着，可却也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大阵，眼中尽是期待的目光。就在此刻，楚风的双臂猛然张开，随后那金芒之中便爆射出一道道耀眼的银芒，那银芒太多，足有上千万，在天际之上飘动，就像是银色的流星在空中舞动，非常的耀眼。而在半空飘动片刻之后，那些银芒竟然飞落而下，开始落入青龙宗众长老与弟子的手中。当那银芒入手之后，人们才惊愕地发现，那是一把剑，一把银色的剑。这剑不仅漂亮，却在剑刃之上还刻写着青龙宗3个大字。我不是做梦吧？这一刻，莫说是手握此剑之人，就算是没有得到此剑的人，也是一脸的惊叹。上千万把剑，不仅一模一样，最主要的是，这每一把剑都不是寻常的兵器，而是骑兵，足上千万把骑兵，并且皆是骑兵中的极品。这本就已经令人吃惊不已。最重要的是，这竟是楚风半个时辰之内的杰作，这让人们怎能不惊？这一刻，人们再度看向楚风，当真已经不像是在看一个人，而是神。在他们眼中，天下间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恐怕唯有神了。楚风，敢问你现在的结界之术是什么级别？诸葛流云好奇地问道。回师尊，弟子如今乃是龙纹级黄袍界灵师。楚风笑着说道。听得此话，
诸葛流云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龙纹级黄袍戒灵师，他根本听都没听过。但是他可以确定的是，那一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级别。他弟子已经把他这个师尊甩出了108000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啊！诸葛流云一边笑着，一边说道：“他这一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与寻常人比，他算是一个人物，但与真正的人物比，他什么都不是。像他这种人，错的事情做过，对的事情也做过，可是他却觉得这一辈子做过最对的一件事，就是收了楚风这样一个弟子。楚风兄弟，那你现在的修为又是什么境界？”妖猴王一脸好奇地问道。而提到修为，在场的所有人都投来了好奇的目光，他们都想知道楚风如今的修为在何境界。四品武帝，楚风恕道。听得此话，众人皆是傻眼了。武帝，那在他们眼中简直就是传说。可是眼下，楚风竟然踏入了武帝境，也就等于是说，此时此刻站在他们面前的，不仅是一个楚风，更是一个传说。好，我们的天才终于成长起来了。一番震惊之后，青龙道人说道，他的脸上满是自豪之色。不仅是他，在场的所有认识楚风之人，几乎皆是如此。武帝，我的老天爷啊！楚风竟然已是武帝，看来以后得罪任何人都可以，但是这青龙宗的人是一个都不能得罪了。而楚风的话语也被其他宗门的人听到，一个个的在看向青龙宗的诸位，皆是战战兢兢。之前青龙宗再强，在他们眼中也只是强而已，终归还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但是现在，他们对青龙宗却有了全新的看法，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青龙宗已经升华到了另一个境界，与他们全然不同。虚空宗主。就在这时，楚风却忽然将目光投向虚空宗的宗主。楚风大人，不知有何事？虚空宗的宗主赶忙走了过来，尽管他是一宗宗主，可是对楚风却是惧怕的很，甚至楚风能够看到这位宗主的苍老的身体都在剧烈的颤抖着。前辈、晚辈当初曾在虚空宗内拿走过属于虚空宗的东西，当初我便说过，日后定会加倍补偿，而现在我想到了应该补偿您虚空宗的时候了。楚风说话间，大袖又是一挥，自那之前布置的阵法之中，竟又有着上万把骑兵飞落而下，这些骑兵皆是长枪，且可写着虚空宗3个大字。多谢楚风大人，多谢楚风大人。此刻虚空宗的宗主又激动又感动，他可以看得出来，楚风从布置那大阵的时候就已经将他们考虑在内了，这真的让他喜出望外。没有想到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楚风却还记得他虚空宗。前辈，这些也请您收下。就在这时，楚风取出一个乾坤袋，递给了虚空宗宗主。楚风大人，这个万万不能接受啊！打开乾坤袋之后，虚空宗宗主脸色大变，赶忙将乾坤袋送了回来，因为那乾坤袋内不仅有传说中的王兵，还有着无数至宝以及诸多武技，是他虚空宗所累积的财富数百倍不止。这个礼物太过惊人了，他看到的那一刻都快被吓傻了，自然是不敢接受的。前辈，您听我说，那些骑兵虽然实用，但不过是小礼，远比不上您虚空宗当初对我的帮助，所以这些才是我真正想送给您的。楚风强行将这个乾坤袋塞入了虚空宗宗主的手中。好了，这是楚风一番心意，你也就不要拒绝了，收着吧。不要忘记，虚空宗与我青龙宗可是联盟，我们日后是要同患难共进退的。青龙道人笑着劝道。就是收着吧，我楚风兄弟现在可不差钱。妖猴王也是在一旁起哄道。在这种情况下，虚空宗宗主也只好将这乾坤袋收下，脸上竟是掩饰不住的笑容。那样贵重的东西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宝藏，莫说是他，就算是虚空宗再积攒个几万年，也绝对积攒不出这样贵重的家当。而现在他却得到了，其实拒绝只是不好意思，但若说不想收下，那才真是假的。老祖、猴哥、大哥、楚月姐，各位前辈们，我此次回来有要事在身，所以不能久留，怕是现在就要走了。忽然楚风对众人说道。不是吧，刚回来就走啊？是啊，难得回来一次，就不能多住几日吗？就是啊，不用多了，只是几日便可。眼见楚风要走，众人皆是露出了不舍的神情，纷纷开口挽留。若是可以，我也想多留几日，只是事情紧急，关系到数亿万人的性命，当真是不能耽搁。楚风说道。当听到数亿万人的性命后，人们后面挽留的话也都说不出口了。尽管在想念楚风，可是他们却也能够从那句话中听出来，楚风乃是有重任在身的。这种时候，身为楚风的家人应该给予他支持，而绝对不能拖他的后腿。楚风，既然是事关重大，那你就走吧。至于我们，始终就在这里。你日后有时间，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青龙道人说道。对，去吧。与此同时，其他人也是纷纷附和。我一定会再回来的。此刻，若说难受，最过难受的自然是楚风。他常年在外，离家多年，好不容易看到了这么多亲人，他难道不想留下吗？只是他不行。最终，楚风还是忍着思念之痛离开了。而他前往的地方，自然便是清玄天所留下的地藏。地藏还是那个地藏，只是当初对楚风来说非常恐怖的机关，如今再入眼帘，却已然成了过家家一样的东西。楚风进入地藏后，一路向前，看到那熟悉的一切，涌入脑海的不仅是对地藏的期待，同时也有着过往的回忆。转眼间就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而楚风也不再是当初鲁莽倔强的少年。我成长了，但不知道是否有资格获得你的传承。此刻，楚风已经来到了那座地门之前。地门为金黄之色，散发着比黄金还要耀眼的金芒，但是它的材质却显然不是黄金那么简单，因为它还散发着一种坚不可摧，甚至神圣不可侵犯之感。而看到此门之后，人们便会在心中产生一种想法，一定要打开那大门进入其中。其实这是一种迷幻之法，当初楚风被迷惑过，可是现在却不会了。出来吧。忽然
楚风一拳轰出，一道武力便汹涌而起，最终的一声轰在了那地门之上。楚风这一拳之威本是极为强横，可是轰在那地门之上，地门竟是毫无变化，就连颤都没能颤抖一下。见状，楚风也是眉头微皱，以他如今的实力，就算是地兵，以他的力量，一拳之后也不可能毫无变化，而这地门却做到了，这说明这地门比他想象的还要强横。而就在下一刻，一道无形的力量自地门之中散发而出，那是地威。无形的地威开始变得有形，被那地威所覆盖的地方，竟然出现了青天，出现了白云，出现了江河大地。只是眨眼间，浩瀚的地底世界便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不仅如此，那气息竟然还在变化，到了最后，在那片景色之中，竟然延伸出一道金色的光芒。金色的光芒急速放大，最终竟然化作一道人形。他头顶青天，脚踏大地，虽然浑身金芒四射，无法看清面容，但是当这样一道身影出现在面前之时，任凭是谁都不敢怀疑他有多么强大。而这正是当年楚风所无法面对，甚至不敢直视的地威。是你来做我的对手吗？不过现在的你怕是不行啊。楚风微微一笑，他已经看出来了，这地威不是寻常的地威，蕴含着武帝的实力。虽然只是一瓶武帝，但毕竟也是武帝。对于当年的楚风来说，这缕地威的确是不可战胜的。当年这道地威在楚风的面前，就像是一个战神，楚风根本无法与他抗衡，就仿佛对方吹一口气，楚风也能被活活吹死。可是现在这个地威再度浮现，楚风却已经可以不将其放在眼中，因为现在的楚风早已不是当年的楚风，他是一位4品武帝，一位可以战胜8品武帝的4品武帝。似是听懂了楚风的话，那地威竟发出了一声怒吼，随后连续踏出，虚空不断的抖动，他竟主动出击，向楚风攻了过来。前辈，抱歉了。见对方攻来，楚风没有立刻出手，反而是对其抱了抱拳。就算这只是一道地威，可在楚风来看，却有着特殊的意义。若是他消失了，可能就再也不会出现了，那也代表着过去的忠诚过去，再也不可能回来。而恭敬的抱拳施礼之后，那地威的攻击已经轰然而至，一个硕大的拳头从天而降，距离楚风已经不足10米，强大的冲力将楚风的衣衫吹得四下摆动，长发更是凌乱的飞舞。这一刻，楚风忽然大喝一声，随后右手五指握拳，对着上方猛然轰出。刹那间，两个体积悬殊的拳头碰在了一处。然而刚刚触碰，那巨大的拳头便4分5裂，碎裂开来。紧随其后，那缕地威也是消失不见。可是当那缕地威被轰散之后，立刻又有10道地威飞掠而出，幻化成巨大的惊人。只不过这一次的地威不仅仅是数量增加了，修为也增加了，乃是10个3品武帝级的地威。散。然而这一次，楚风只是大袖一挥，这10道地威便瞬息消散。楚风连让他们出手的机会都没给，毕竟这10道地威与之前那道不同。那道地威在楚风年少之时便曾见过，承载着楚风的记忆，但是这10道却并没有。楚风对他们一丝感情都没有，出手自然也就不必收下留情。在此之后，又不断有地威出现，且数量越来越多，但都会被楚风立刻抹杀。可是随着地威的不断变强，楚风也不得不动用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而在楚风又消灭一轮地威之后，竟有着足足300道地威飞掠而出。这一次不是站在地门之前，而是落在了楚风的四面八方，将楚风团团包围。最重要的是，这一次的地威每一个都拥有着8品武帝的修为，且整个感觉与先前的地威就有不同。这一次的地威竟散发着浓浓的杀气。清玄天前辈，您这样可就是有些难为人了。楚风淡淡一笑，随后掌心一翻，便将那把地兵盘龙怒掌握在了手中，这才说道：不过只是这样，却还难不住我。随后楚风便率先出手，手中的盘龙怒斩如银龙一般舞动，每挥斩一下都会散发出毁天灭地之威，将这地藏震动得摇摇欲坠。甚至本间不可摧的石壁也是开始碎裂，大片的石头散落而下。这方地藏已是混沌一片，化作了可怕的战场。然而那300道地威也绝不是善辈，他们没有各自胡乱的出手，进攻防有序，甚至还布置出了一座阵法，以阵法的形式为楚风发动群攻。这种情况下，本不将8品武帝放在眼中的楚风也是感到有些棘手起来。他不得不承认，这300道地威竟然是他至今为止所面对过的最强的8品武帝。倒不是说这300道地威加在一起才棘手，而是每一道地威本身就很棘手，所以可以想象这300道棘手的地威加在一起是多么的难以对付。清玄天前辈，您果然是厉害，只是以结界之术留下的地威就已能如此，晚辈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当初的您是何其利奥的。可是晚辈如今的确需要您的传承，所以得罪了。就算这地威是您的心血所化，可我也必须除掉他们。忽然楚风的眼中闪过了一抹狠色，而当那抹狠色浮现之后，磅礴的血色气体也是瞬息而现，笼罩了这方天地。此乃楚风的天境武技苍冥奥义杀，给我散！忽然间楚风大喝一声，这一声怒喝，苍冥奥义杀的威力便瞬间爆发，足足300道地威，本凶神恶煞，杀气腾腾的地威也是在这一刻消散开来。虽然楚风灭掉了300道地威，可是他却不敢有丝毫的大意，毕竟那300道地威可是他动用了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将自己的战力全部施展而出的情况下，又动用了天境武技才得以抹杀的。若是现在还有地威出现，那一定是比之前的300道地威还要强横的存在。楚风怕是应付不了。就在楚风很是担心之时，那地门忽然又是一颤，那一颤与之前300道地威出现之时极像，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颤动比300道地威出现时要严重一些。
虽然一切只发生在刹那间，可楚风却是心头一沉，他下意识地觉得情况不妙，可却依旧没有退缩。他实在不想白白放弃这个机会。事到如今，尽管已经没有任何把握，可是他还想要搏一搏。然而下一刻，令楚风欣喜的一幕发生了。那个颤动之后，那道地门竟然打开了。地门打开的一刻，楚风当真有一种奇特的感觉，那感觉便是他本已站在万丈悬崖之上，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推着他向前，觉得就要掉落其中，万劫不复之时，在那悬崖之巅忽然出现了一条大路，只是这路是悬在半空上的，楚风也不确定这条路是真是假，到底是真的能够让他行走安然到达对面取得宝藏，还是说下一个瞬间这条路便会崩塌，楚风依旧掉落悬崖之中。所以换句话说，尽管那地门打开的一刻，楚风欣喜万分，觉得见到了希望，但也仅限于此，因为他不确定地门打开后是清玄天的传承，还是又一道难关。然而就在楚风满脑袋复杂思想之际，那地门之中忽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很快那光芒便吞噬了周围的一切。而当那光芒渐渐消散之际，楚风发现此刻的他已是身处另外一个世界，这里不再是地藏，头顶是清澈的蓝天白云，脚下是茫茫无边的草地，微风拂过，青草飘动，尤其是听到远处的鸟语花香，生意盎然，看来是走了大运了。此刻楚风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安逸的笑容，而他那悬着的心也总算是落下了一大半。他知道他身处是一个特殊的空间，这是一个特殊的幻境，之所以特殊，那是因为既是假的又是真的。最重要的是，在远处的草地上有着一个负手立的身影，此人身穿一袭布衣，布衣的材料很是平凡，似是寻常百姓，可穿在此人身上却是那样的不凡，就仿佛他站在亿万人中，也一眼就能发现他的特殊一般。那种特殊不是衣着，不是外貌，而是从内向外所散发出的气质。此人此刻背对着楚风，看不到他的面容，唯有一袭乌黑的长发如瀑布一般倾洒而下，直到腰间。这是一个狂放不羁的人，同样也是一个实力超群的人。楚风若是没有猜错，这位应该就是名震东方海域，在五之圣土更是被誉为远古之后最强者的清玄天。晚辈楚风拜见清玄天前辈，终于见到地藏的主人，见到了四大秘籍的主人。楚风哪里敢怠慢，对着那道背影便抱拳施礼。不管你是何人，不管你是男是女，既能来到此处，便说明你资质不凡。我乃清玄天，虽不知此时天下是否还有人知道我之名讳，但我所学所得皆是来自这个土地，既然要走，就理当还给这个土地，造福后人。清玄天话到此处，忽然大袖一挥，在楚风前方便依次出现了4道大门，而这4道大门分别有着不同的名字：财富之门、武技之门、兵器之门、修为之门。第1道门，财富之门。财富之门内有着我毕生所积攒的财富，进入其中便可取得。第2道门，武技之门。武技之门内有着一定的风险，那是我一生所习之武技，你进入其中会强行灌输你脑海，与你相融，但对体质要求极高，体质若是不行，精神力不足者很可能会爆体而亡。第3道门，兵器之门。兵器之门内会更加的危险，其中有一件地兵，地兵源自远古，是罕见神器，可却利器逼人，有杀人之性。进入兵器之门，要么你征服他，要么他杀了你，踏入之前定要三思。第4道门，修为之门，这也是4门之中最佳危险之门，此门乃我亲自炼制，也是凝聚心血最多之门。我将毕生所得宝物中的所有修炼之物，全都通过阵法转化为实质性的修为，进入其中便可获得一定的修为。但也因我此举有为修无法则，乃是近乎于逆天之举，所以哪怕最后也未能成功，我败了，是因为尽管那修炼之门内蕴含着磅礴的修为，可那修为毕竟是由天地能量所化，天地能量之中仍有狂暴之物，除非体质极强者，否则无法承受。但哪怕体质极强者，也未必能够全部吸收。这门我失败了，本该毁掉，可我却于心不忍，毕竟那是我之心血。但我也不得不承认，这修炼之门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半成品，所以此门我留下只是为自己留个念想，建议任何人不要踏入。该说的已说，劝有缘人量力而为。话到此处，清玄天大袖便再度卷起，这一卷竟是天摇地晃，狂风巨浪，其身影便在这种情况下化作一缕云烟，消散于天地之间。而当清玄天消失的一刻，这方世界忽然左摇右晃，竟然开始崩塌。很快的，碎裂的天空以及大地开始化作道云烟，竟如同先前的清玄天一样消散开来。此刻楚风发现他还站在之前的地藏之中，那道地门还在身前，并未真的打开过。可是在那地门下方却有着4个门，那正是财富之门、武技之门、兵器之门与修为之门。一切就如楚风预料的一样，先前的一切既有真实的也有虚幻的，但楚风最想要的却皆是真的，因为此时此刻都实实在在的保留在了楚风的面前。多谢清玄天前辈所留下的一切。忽然楚风再度抱拳施礼。其实楚风非常清楚，之前眼前的清玄天连一道神识都不是，乃是清玄天用阵法留下的一个残影，残影既是阵法所做，自然也就没有清玄天的感情。换句话说，那只是一个讲述这4道门的阵法而已。也许今日楚风来到这里，真正的清玄天乃是全然不知，但哪怕先前的清玄天是阵法所化，楚风却也是对清玄天恭敬有加。不管怎么说，这个地藏终归是清玄天留下的，楚风无论如何都该答谢人家。再者就是尽管那清玄天是阵法所化，可从一举一动也可看出清玄天本人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这是一个连楚风也曾仰慕的人物。而今日一见，
尽管仅是一个阵法所化的假体，但楚风却也觉得清玄天背负得起今时今日在五至圣土的名声。让我来看一看清玄天前辈留下了多少财富。施礼之后，楚风便踏入了第一道门，财富之门。财富之门也是一个特殊的小空间，虽说是小空间，但其实并不小，也有着一座宫殿那么大，足可容纳数万人。而就是这样的空间内，竟密密麻麻的堆满了宝贝。果然不愧是财富之门，这等财富还真是令人想不惊叹都难。看着那些宝贝，哪怕自认为见过大世面的楚风，也是忍不住惊讶的张大了嘴巴，兴奋不已。遍地的宝贝琳琅满目，光满闪闪，且几乎什么都有，炼丹用的，练兵用的，布阵用的，用来吃的，用来玩的，用来收藏的。半成地兵就不说了，就连5至圣土少之又少的地兵，这里竟然有着足足23件，并且每一件都散发着浓郁的远古气息。至于品质，竟都不弱于楚风的盘龙怒斩，竟皆是地兵之中的极品。连地兵都有这些，那至于半成地兵更是数不胜数，且每一件都是极品。总之，楚风见过的珍奇至宝这里都有，楚风没见过的这里也都有，甚至就连5至圣土极为稀少，甚至濒临灭绝的金色闪光鸟也有着足足数只。看到那些活蹦乱跳、被困在结界牢笼里的金色闪光鸟，楚风心中对这些小家伙有多了一丝好奇。这么多年了，这个结界牢笼内什么食物都没有，这些小家伙是怎么活下来的？难道说他们与修武者一样，已无需靠食物续命？好奇归好奇，楚风还是毫不客气的将这里的宝贝尽数的收入囊中。尽管这类的许多宝贝对他来说已是无用，可是对于其他人却是有用，绝对不能浪费。而当楚风将财富之门的所有宝物收走之后，楚风周围的一切便开始化作一缕缕金色的气体，随后消散。而楚风则是站在了地藏之中，观望四周。武技之门、兵器之门、修为之门还都在，可是楚风刚刚踏入的财富之门却已然消失。想必这是清玄天特意设下的手段，只要门内之物被取，门也就会随之消散。清玄天前辈，您留下的财富怕是远古精灵，也是不如啊。尽管财富之门消失了，可摸着自己那腰间那装得满满的乾坤袋，楚风的嘴角却依旧挂着浓浓的笑意。此次收获当真是极大。那么接下来就让我看一看清玄天前辈所留下的武技究竟都是什么样的武技。当得到财富之门内的宝藏后，楚风对这武技之门则是更为期待。毕竟对于修武者来说，财富总归是身外之物，可是修成的武技却永远是自己的本事，是别人夺不走的。而听清玄天所留下阵法得化中之意，只要踏入这武技之门，那武技便会强行融入楚风体内。楚风想不学也是不行，并且应该是只要承受得住，便可直接掌握的。随着楚风踏入这武技之门，顿时一股磅礴的能量便涌入脑海。哪怕楚风的承受力极强，可在那一瞬间，也有一种脑袋快要炸掉的感觉。楚风什么痛苦没有承受，碎体之痛楚风都可以忍受，可是此刻的头痛之感却让楚风难以忍受，开始不停的嘶吼。这也就是楚风，否则换做其他人，哪怕是精灵国王，也未必能够承受得住，因为这不仅是对修为的要求，还对精神力有着极强的要求。不过好在楚风还是承受了下来。当那汹涌如潮水自四面八方冲击自己的大脑与精神之能量停止之时，楚风已是满脸的汗水。擦拭一下脸上的汗水，楚风的嘴角却掀起了淡淡的微笑。他知道他现在已是苦尽甘来，因为眼下在楚风的脑海之中已是多出了数种武技的使用方法。这些武技全部都是竞技武技，地境武技共有18种，天境武技共有8种。最重要的是，除了地境武技和天境武技外，竟然还有着一种地境武技。这地字乃是帝王的帝，而并非大地的地。最重要的是，在那些武技融入脑海与自己融会贯通之时，楚风能够感受到最强的力量既不是18种地境武技，也不是8种天境武技，而是来自这本地境武技。而这本地境武技的名字叫做地境苍穹变。怎么回事？这地境苍穹变的威力好是强横，是我见过最强横的武技，绝对要在天境武技之上。可是在天境武技之上的武技不是神境武技吗？为何会不叫神界而是地境？还是说这本武技本就是神境武技，但名字却叫做地境武技？此刻楚风有些糊涂了。按照蛋蛋所说，竞技武技应该分为4种：人境、德境、天境、神境。至于地境，楚风闻所未闻。虽然楚风觉得这本名为地境苍穹变的武技很可能是神境武技，可不知为何，连他自己也是不敢肯定，因为他也曾听蛋蛋说过，神境武技是真正的传说，天下间存不存在都不知道。楚风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就得到一本神境武技，并且还是彻底掌握？清玄天前辈果然厉害，单从武技来看，我便无法与他相比。楚风感觉与清玄天比，的确还是自愧不如，对清玄天的敬佩之情便不免的多了几分。但就在这时，楚风所在的武技之门开始消散，而楚风也没有犹豫，直接踏入了第3道门，兵器之门。兵器之门的空间明显要比财富之门以及武技之门大得多，但刚进入此处，楚风便感受到了一股极为强横的地威，那是一个巨大的黑铁，准确来说，这更像是一把没有剑柄的巨剑。这巨剑在这方空间内高达通天，竖立在远处，那个样子，它就像是此处的君王，用其强大的地威震慑八方。忽然之间，一股磅礴的杀意自那巨剑之中传来，换作常人感受到这股杀意，定会惊恐不已。但是楚风却是淡淡一笑，说道：“看来你就是那件远古地兵了。”然而，楚风此话刚落，那巨剑便猛然挥动，从上至下向楚风挥斩而来。那巨剑极大，地威更是凶猛。此时此刻，哪里只是一件兵器袭来那么简单，简直就像是一方天空塌了下来，
可就是此等攻势，楚风却是临危不惧。忽然手中的盘龙怒斩猛然向上挥动，一道银色的光刃便向天际横扫而去。一声轰鸣传来，楚风纹丝未动，可那巨剑竟不断发出颤动的鸣音，且那巨大的剑身也是被楚风这道光刃震退。被楚风的攻击震退后，那巨剑竟是一动不动。与此同时，散发的杀意也是减少许多，就好像是被楚风击退之后而感到震惊一般。见那巨剑地兵竟真的有反应，楚风也是心中一喜。虽然地兵都有一定的灵性，可像这把巨剑地兵这样如此明显的表现出来，甚至主动攻击人的，楚风还是第一次见。这种情况代表了2个字：神奇。给你2条路，要么乖乖臣服于我，为我所用，要么就让我好好收拾你一番，你再臣服。楚风对那巨剑地兵说道。他觉得这巨剑地兵可以听懂他说的话。然而楚风话音刚落，那巨剑便再度向楚风袭来。有意思。这一刻，楚风又是一笑，淡淡的说道：“看来你是选择第2条了。”随后，楚风便一跃而起，手中的盘龙怒斩更是化作道银芒光刃。每道银芒光刃呼啸而过，拔空而起，既像是一条银龙，更像是凶残的猛兽，要粉碎一切，撕裂一切。而那巨剑地兵再强，终归只是一剑地兵，没有人催动，他的力量自然有限，怎能抵挡得住楚风如此凶猛的攻势？毕竟如今的楚风8平5地之中已是难逢敌手。一时之间，那巨剑地兵节节败退，巨大的剑体颤抖的也越来越明显，不断的发出刺耳的颤鸣。到的最后，那巨剑地兵竟然只是不断的颤抖，不再发动任何的攻势。莫说之前的杀意，就连那磅礴的地威也是消失的彻彻底底。这种情况下，楚风也是不再进攻，而是眯着双眼凝视着那巨剑地兵，问道：“现在你是要臣服于我了吗？”只是此话说出，那巨剑地兵并没有任何反应，就像是没有听到楚风的话一般，选择了沉默。看来你还是想要我再收拾你一番，才肯服输啊！楚风的嘴角掀起一抹坏笑，随后手中的盘龙怒斩便再度挥动起来。这一次挥动，楚风可不仅仅只是动用地兵盘龙怒斩这么简单，天昏地暗之间，一股恐怖的气息也是自盘龙怒斩散发而出，而那气息竟在这方天际形成了一个幻想，那是一只凶猛的野兽，似虎似豹，却长达数百米，蕴含着极为恐怖的力量。那是天境武技，一个楚风刚刚掌握，是他第一次施展的天境武技，因为这武技乃是清玄天传授给他的。似是感受到了楚风的强大，也似是认出了这武技。总之，此刻的巨剑地兵颤动得异常激烈，连这方空间都被其影响。终于，他的颤动开始平复，可是此刻的巨剑竟然开始缩小，最终从高达通天的庞然大物化作了一个长达2米的剑刃。而当那把剑刃缩小之后，楚风所在的门便也消散了。尽管这地兵还没有认主于楚风，但显然他对楚风已经没有了任何敌意。换句话说，他已不敢对楚风再有任何的敌意。楚风已经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了他。巨剑缩小之后，楚风看得便更为清楚，这把剑刃当真是没有剑柄，乃是一把断剑。可尽管是断剑，却也并不影响他的强大。那股浓郁的远古气息以及不可一世的傲气，都让这把地兵显得与众不同，比楚风的盘龙怒斩强大了竟不止1星半点，而是强大了很多。这的确是地兵之中的真正极品，甚至楚风觉得这件地兵若是完整的，甚至可以超越寻常的地兵。忽然之间，楚风抬起头来，将目光投向了那座地门，而越是观看，楚风的目光便越是精彩，因为那道地门同样也不是一件寻常的地兵。看来我是猜对了。这时，楚风的嘴角掀起了一抹颇为得意的微笑，甚至本就兴奋的他变得越发激动起来。楚风之所以会得意，那是因为他发现那道地门是一件完整的地兵，可在那地门之上，楚风却找到了那把巨剑的痕迹，且在巨剑之上，楚风也能够找到地门的痕迹，而二者残留痕迹的地方，竟是巨剑缺失的剑柄之处。除了这些外，二者的身上都有着一种阵法，这阵法不会影响二者，但却具有特殊的力量，那股力量便是让二者相融。楚风若没有猜错，曾有人想让这2件了不起的地兵合二为一，融为同一件地兵，不过最终似乎是失败了。而楚风觉得那个做过这件事的人很可能就是清玄天，但只是发现这些线索，却不足以让楚风如此得意。他之所以会如此得意，那就是因为楚风觉得以他如今的结界之术，也许可以做到清玄天没有做到的事。也就是说，楚风有办法让这2件地兵合二为一。清玄天是何等人物？那可是5之圣土公认的远古之后最强者。楚风很尊敬他，但楚风也想超越他。可是以现在的楚风来说，想从修武方面超越对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但若是在结界之术上可以超越清玄天的话，那对楚风来说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清玄天前辈，恕晚辈冒犯，要将您留下的这2件地兵融合一番。不过，我想您若是在这里，也会支持晚辈的，因为您定然与晚辈一样，很想知道这2件地兵融合之后会化作一件怎样的兵器。而无庸置疑的是，那一定是一件了不起的兵器。话到此处，楚风说做便做，开始布置一座阵法。这座阵法很是精密，由数万种材料融合而成，共有1389道阵眼。哪怕楚风如今的结界阵法已是非常利奥的，可是布置此阵却也花费了楚风足足9日9夜的时间。按理来说，楚风急着回到5之圣土，本不该在一件兵器上耗费这么多的时间。但是楚风觉得这2件地兵皆不是寻常的地兵，虽然本不是同体，可若是能够让他们合为一体，也许能够打造出一个超越地兵的兵器。若是有那样一件兵器为自己所用，楚风的战力也会大大的提升，对战暗殿殿主也会多一分把握。而楚风不想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当大阵布置好后，楚风便让2件地兵放入大阵之内。虽然那地门依然高大，可其实与那巨剑一样，
在没有了清玄天设置的阵法后，只要楚风展示一下自己的力量，他便乖乖的臣服了。当那地门被楚风震慑到之后，便如楚风猜测的一样，地门开始随之缩小，化作了一个只有3米高的门。可哪怕如此，这门还是很大。于是楚风便用浓缩阵法，使得这地门再度变小。而显然，之前清玄天也用过相同的手段，所以这种阵法施展起来相当顺畅，竟让一个原本庞然大物、威震八方的地门化作了一个剑柄大小。这些做完，地门也被楚风投入了那融合大阵之中。只不过在投入之前，无论是那巨剑还是地门，楚风都没有让他们认主于自己。为何要这样？因为唯有无主之物最为纯粹，楚风要的就是这种纯粹。融合大阵封闭正式开始运转之后，又经过了足足13日的时间，终于那封闭了13个日夜的大阵开启了。而当大阵开启之后，一把长达2米有余的长剑也是出现在了楚风的面前，漂浮于半空之上。这把长剑为乌黑之色，尽管之前的纹路还在，可却没有那般清晰了，就像是一个刚刚铸造而成的地兵一般。而这件地兵可不是寻常的地兵，乃是由巨剑与地门合成的地兵。楚风成功了，他成功的做到了连清玄天都未能做到的事，将这2件地兵融合在了一起。这地兵一出，就连楚风手中的盘龙怒斩也是开始无法自控的微微颤动，是恐惧。这地兵所散发的气息，连楚风的盘龙怒斩都为之恐惧。可是盘龙怒斩便是远古之物，在地兵之中已为极品，但那把长剑却能够让盘龙怒斩恐惧。由此可以想象，这是一件多么强大的地兵。怕是5之圣土再也找不到像这样强横的兵器，此乃真正的地兵之王。真是没有想到，你这小鬼居然真的做到了这一点。不错不错，真是令我们4个老家伙大开眼界了一番。若是清玄天知道，也定会很是高兴的。毕竟这2件兵器，毕竟都是自那座遗迹之中寻得的至宝。就在这时，楚风的耳边忽然有4道声音传来。听到这4个声音，楚风顿时内心一颤。尽管已经许久没有听到这4道声音，可是如今再次听到，却依旧很是熟悉，并且这也是楚风最想听到的4个声音。这便是青龙疾行术、白虎攻杀术、朱雀复活术以及玄武遁甲术的声音。晚辈楚风恭迎4位前辈。忽然，楚风半跪在地，对着半空师以跪拜大礼。虽然楚风在施以大礼，可却是满面笑意。毕竟这一刻是他期盼已久的一刻。而在下一刻，4道笑声同时在楚风的体内传来，很快的4道光体也是自楚风的体内飞掠而出。4道光体很快便幻化成型，分别化作了4个庞然大物，那便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大秘技的本体形态。尽管过去了多年，可是这4大秘技再度以本体的形态出现在楚风的面前，可却依旧霸气非凡。楚风真是没想到，你不仅得到了清玄天的传承，还做到了连他都没有做到的事。你可知道这2件地兵是多么料得之物吗？朱雀复活术笑眯眯地对楚风说道。还请前辈明示。楚风好奇地问道。都过去的事了，有什么好说的？楚风，你只要知道这2件地兵很是利奥德，而你做了一件更为利奥德的事情就可以了。白虎大大咧咧地说道。这怎么行？楚风如今可是清玄天真正的传人，有些事自然要让他清楚。朱雀说道。朱雀所言在理。玄武点了点头。还是让我来说吧。青龙淡淡一笑，随后说道。当年清玄天能有那样的成就，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曾在5之圣土发现了一个完整的远古遗迹，在那座远古遗迹内获得了极大的好处。虽然清玄天本身天赋异禀，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他能在短时间内成长那样迅速，却与那个远古遗迹有着极大的关系。现在那远古遗迹内的许多宝贝都已经收入你的囊中，但是你此刻炼制成的这把地兵，可以说是那遗迹内最珍贵的宝贝之一。首先是被清玄天放在这座地藏深处，在其中布置了重阵法，用来寻找得其传承者的这道门。此门名为煞门，据说它的主人是远古时期的一只妖兽，那妖兽作恶多端，手段狠辣，被视为一代魔君。而传言在那魔君的催动下，只要这煞门一开，可让亿万生灵瞬息毙命。血肉模糊之后，只剩下森森白骨。最重要的是，寻常的地兵根本无法阻挡那股地威，哪怕在远古时期，这煞门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梦魇。看到这煞门，半祖之下者几乎无人不惧。可是这煞门煞气太重，会影响心神，清玄天也一直未曾使用，而是用阵法消除他的煞气。直到岩浆帝君出现之后，他才总算成功将这煞门内的煞气彻底消除。只是那个时候，他却已然无心收服这煞门。至于那把剑，名为无名断剑，虽叫无名，可他却比那煞门还要厉害。据说完整的它并非地兵，而是一件半成祖兵。半成祖兵，听得此话，楚风也是心神一震。在5之圣土，地兵已是稀世珍宝，半成祖兵可是连听都未曾听过，就更别说见到了。的确是半成祖兵，在那遗迹之中，对这剑无名断剑有着一定的记载。虽然不知道这无名断剑的第1代主人是谁，可是这无名断剑的第2位主人，也就是那遗迹的主人，也是一位不寻常之辈。根据他所留下的记载可以得知，他得到这无名断剑之时，那无名断剑已是这个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然沦落为一件报废的半成祖兵，难以修复。但是那位却将其打造成了一件地兵。但半成祖兵终归是半成祖兵，哪怕残缺，哪怕失去了原本的力量，哪怕降低层次，沦落为一件地兵，可却也非寻常地兵可比。在地兵之中，他绝对称得上是地兵之王。而清玄天当年所使用地兵有着多件，其中最强的自然也就是这把无名断剑。可是这把无名断剑尽管已非寻常地兵可比，但清玄天却说
他却始终无法发挥出这无名断剑真正的威力。我们曾问清玄天为何会这样，清玄天则笑称，可能这无名断剑本是半成祖兵，如今沦落为地兵，他心有不甘，所以故意不让其主人得到他全部的力量。青龙讲述道，虽然只是个玩笑，但我们却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可信的说法。此刻朱雀复活术开口说道，想不到这地兵竟有如此来历，难怪他如此的与众不同，竟主动攻击人。当得知这件地兵的来历后，楚风对眼前这把合成之后的剑反而更加的珍惜。这把地兵清玄天也是5品5地的时候才将其征服，你在4品5地便可征服于他，足以见得你小子的不简单了。白虎颇为赞赏的说道，他对楚风似乎很是欣赏，毕竟他是最早认识楚风的，他认识楚风的时候等于是楚风最弱的时候，而这么多年了，楚风的成长他看得也最为清楚。楚风毕竟来自天外，在天赋上胜过清玄天也是正常，但他能够将这无名断剑与煞门融为一体，锻造成一把新的地兵，可真的是让我大跌眼镜了。这毕竟是连清玄天筹备许久，但最终却也未能成功的事。青龙也同样很是赞赏的说道。与此同时，朱雀与玄武2大秘籍也是纷纷点头，看向楚风的目光与之当年皆是不同，不仅尽是欣赏，竟然还有着引以为豪之感。如果说当年的他们初见楚风是陌生的，那么现在他们再见楚风则是熟悉的，甚至是亲切的。看到4大秘籍这样的反应，再听到他们先前的话，楚风能够意识到，这些年虽然他们一直沉默，仿佛失去了灵智，但实际上他们的神智一直清楚，只是因为清玄天设置的手段没办法与楚风交流罢了。但楚风所经历的，他们其实都很清楚。4位前辈，那现在我能得到你们的认可了吗？楚风问道。你已经做到了这一步，自然得到了我们的认可。只要找到我们的肉身，我们4个便不再只是秘籍，而是可以化为本体，为你效力。不是我等狂妄自大，若是帮助我等恢复肉身，以我4人之力对付当日的那个暗殿殿主，不过只是小事一桩罢了。白虎很是自信地说道。这么说来，4位前辈的本体乃是半祖境。听得此话，楚风也是大喜。我们好歹是圣兽，虽然是由清玄天打造而成，而并非天生圣兽，但圣兽毕竟是圣兽，没有半祖的实力，怎么好意思称为圣兽？白虎用灰爪抚摸着自己的虎须，极为得意地说道。好，有4位前辈相助，那晚辈便也不愁了。确定此事，楚风更是感到狂喜不已。他眼下最担心的就是暗殿殿主，假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真的能够对付暗殿殿主，那楚风这个心结也就得以解开。白虎，话不要说得太死，那暗殿殿主当初的修为还不稳定，准确的说，当日的他还不是真正的半祖。若是待其稳定，开始虐杀众生之后，修为定会大涨。在见到他的时候，他若是2品半祖，我们显然也不是其对手。青龙说道。笑话，2品半祖岂是那么容易达到的？不要忘记，当初的清玄天也只是1品半祖而已，并且清玄天能够成为半祖，我们4个的功劳也是功不可没。半祖哪里是那么容易踏入的？白虎说道。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暗殿殿主可比当初的岩浆帝君还要棘手。朱雀说道。什么？比岩浆帝君还要棘手？不要忘记，岩浆帝君可是地底世界的绝顶天才，清玄天自己都说了，岩浆帝君的天赋很是可怕，若是他多修炼一些时日再出来，怕是我们与清玄天联手也对付不了岩浆帝君。至于暗殿殿主，连一个精灵国王都应付不了，还要靠着修炼什么魔功，且筹备许久才能有今日的实力。你敢说那暗殿殿主会比岩浆帝君还强？白虎很是不服地说道。岩浆帝君来自地底世界，这是不假，可那暗殿殿主则是来自天外，二者孰强孰弱，还用我说吗？青龙冷哼道。天外就那么了不起？你又没去过，你怎么知道天外都是楚风这样的天才？搞不好天外还不如5之圣土呢。白虎更加不服，天外若是如此不堪，清玄天岂会一心想要去天外？青龙也是怒了，也许他是错的，去了也后悔了，只是回不来。提及此事，白虎的怨念更深。还有一种可能，清玄天去天外的时候失败了，所以才没有回来。朱雀忽然很是伤感地说道。而这一刻，莫说青龙与玄武，就连白虎也沉默了。可以看得出来，就算白虎有怨念，可实际上对清玄天也有着很深的感情。4位前辈，我觉得以清玄天前辈的实力，不可能会死，所以4位前辈不必担心。楚风开口劝道。楚风，我们一定会帮你对付暗殿殿主，并且收拾了暗殿殿主之后，我们也愿意继续为你效力。不过有一件事，我们要提前与你说。忽然，朱雀说道。前辈有事请讲。楚风说道。若是日后进入了天外，真的能够遇到清玄天，我们还是想跟着清玄天，毕竟我们本是属于他的。朱雀说道。是啊，楚风，虽然这个要求很过分，可我们的确是清玄天的天赐神力，有我们在，他的4项神体才算完整。玄武也是说道。前辈所说合情合理，晚辈自然没有异议。事实上，清玄天前辈以及4位前辈给予我的帮助已是够多，晚辈感激还来不及，哪里还敢有更多的奢望？楚风笑着说道。好，爽快，我就喜欢你这一点。既然如此，那我们这就走吧。白虎说话间便要离开此处。等一等，离开之前可不能忘记最重要的。然而此刻的楚风却将目光投向了那修为之门。楚风，你确定要尝试？虽然你的体质特殊，可是这个修为之门内的天地能量已然彻底转化为修为，所以狂暴程度极为恐怖，毕竟这是一个失败品。朱雀劝道。没错，这修为之门清玄天就不该留着。白虎说道。4位前辈的好意我明白，可我还是想试一试。楚风淡淡的笑着，其实他心意已决，谁都改变不了他的决定。这一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位4是明白了楚风的想法，于是彼此互看了一眼。
楚风，我们知道你需要力量，可是这力量可以慢慢修炼，千万不要因此而丢掉性命啊！经过一番斟酌之后，玄武仍然继续劝道：话不能这样说。楚风的传承血脉的确特殊，就算这天地能量很是狂暴，可毕竟也依然是天地能量。我倒也是觉得楚风可以试一试，若真的不行，再及时退出来也是可以的。毕竟以楚风的体质来说，就算不行，也未必是必死，应该有退路。相比于其他3位，青龙倒是赞同的说道：我们也只是提些意见，最终怎么做，还是楚风你自己来决定。青龙开口后，朱雀犹豫一番后，也是补充道：楚风，劝归劝，但你若真的决定，我们还是会支持你。白虎也是说道：那就有劳4位前辈，在此等晚辈一下。楚风说话间，便直接踏入了那修为之门中。见楚风真的进入其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4位皆是神情一变，不由自主地露出了担心之色。可是很快的，那修为之门便消散了。而当修为之门消散之际，楚风却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与踏入之前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楚风整个人的精气神可比之前好了数倍，6品5帝。楚风，看来你是成功了。看着此刻的楚风，青龙、白虎4圣兽在他们那兽脸之上，皆是露出了狂喜之色。楚风的修为，他们最为了解。之前还是4品5帝，但是现在却已是6品5帝，并且这还是在没有动用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的情况下。这便说明楚风的修为得到了提升，并且还是提升了2品，这绝对就是成功了。但是只要想一想，楚风居然成功的在那修为之门内获得了力量，且什么事情都没有，竟不受那狂暴之力影响。4大圣兽也是颇感震惊，毕竟当初他们可是陪着清玄天的做了这一切，知道那修为之门的恐怖，那的确是一个半成品之门，就连清玄天也不敢踏入其中。所以也就是说，楚风现在做到了连清玄天都做不到的事，他们怎能不惊？清玄天前辈的确是帮了晚辈一个大忙。6品5帝加上雷霆羽翼和雷霆铠甲，我的修为可以达到8品5帝，再加上我的逆天战力，我已是能够与寻常的1品半组一战。楚风此刻也是一脸的喜悦。到了4品5帝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他想要再提升修为，简直是难上加难，因为他所需要的天地能量实在是太恐怖了。可是现在，楚风竟然连续提升2重修为，这本就让楚风很是意外。但最重要的是，楚风现在丹田内所积攒的天地能量，其实不止如此。以现在楚风丹田内所积攒的天地能量来看，他距离7品5帝的距离其实也并不是很远。他不得不承认，这个修为之门才是他此行最大的收获。好好好，这样一来，不用我们，你也是能与那暗殿殿主一战了。白虎很是高兴地说道。其实他们4个都为楚风感到高兴，尽管在他们的心中，真正的主人只有清玄天一位。可是跟随楚风这么久，亲眼见证了楚风所经历的一切，亲眼看到楚风为朋友的付出，在了解楚风的为人与品行后，不知不觉间，他们对楚风不仅是认可，更是产生了浓厚的感情。此刻4大圣兽彼此互看一眼，随后心领神会的同时一笑，之后便被纷纷化作4道流光，钻入了楚风的体内。楚风，走，拿上你的兵器，我们出发，去找回我们的肉身。4只圣兽一同说道。尽管他们现在已经恢复了自由，可毕竟还是秘籍，换句话说，他们是一种特殊的秘籍，可以自由地出入楚风的体内，却也具备自己的神智。好，楚风也是点了点头，随后便收起手中的盘龙怒斩，对着远处探手一抓，那把由煞门及无名断剑融合而成的地兵便落入了楚风的手中。果然是好剑，手握这把2米有余的长剑，楚风嘴角的笑意变得更浓。还未融合之前，他便猜测这剑融合之后，远非其他地兵可比。现在一看，果然如此，这把兵器简直快要超出了地兵的界限。楚风，为这把剑起个名字吧，现在它是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地兵。白虎说道。的确应该取一个新的名字，只是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楚风说道。不是时候？为何？4大圣兽不解地问道。我总觉得这件地兵还缺少着一些东西。楚风说道。什么东西？4大圣兽更加好奇了。在他们看来，这件地兵已是非常完美，简直已经不能用极品来形容它。可楚风却说还缺少一些东西，他们真的很好奇，到底是缺少了什么？若非要说的话，我觉得这件地兵缺少灵魂。楚风说道。缺少灵魂？没错，就是缺少灵魂。在此之前，无论是无名断剑还是沙门，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灵性。可是现在，他们合为一体，但各自的灵性却还都在。也就是说，在这件地兵之中，有着2种截然不同的灵性。最重要的是，这2种灵性正在相互压制，争夺这件地兵的归属权，这反而会导致这件地兵有些不足。我觉得我应该为它凝聚一个灵魂，一个能够压制那2种灵性，有资格主宰这地兵的灵魂。楚风说道。简单的说，这件地兵再厉害，也只是一个躯壳，真正的主人还未进入其中。楚风说道。楚风，若是真的能够找到你所说的灵魂，那这件地兵便不是地兵，而是能够成为一件半成祖兵了。忽然，白虎很是激动地说道。对啊，之前清玄天也说过，只有半成祖兵才是真正具有灵魂的兵器，那可是能够说话的兵器啊。玄武与朱雀也是纷纷说道。楚风，不瞒你说，当初的清玄天也想过将这无名断剑以及煞门炼制成一件半成祖兵，他也尝试着炼制灵魂，只是最终却失败了。他觉得除非是半祖级别的灵魂，否则就算凝聚成功，也不会成为半成祖兵，而依旧是地兵而已。青龙说道。